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说北道节目对话环节。今天呢，我们会探讨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就是歧视的问题。我们希望呢，从根源上去了解为什么我们社会还存在歧视的现象出现，然后为什么最近全球好像有很多新的不同的歧视的案件发生。我今天呢，特地的邀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庄博士，跟我们去一起探讨一下。庄博士，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一起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嗨，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啊！我是庄太亮啊，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副院长。那我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对很多经济议题呢都有兴趣我在媒体上也经常发表我的意见也有在我自己一个YouTube channel 频道录一些跟年轻人个人发展经济有关的那个视频。那今天很高兴跟这个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去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对这个歧视的看法。好，谢谢你啊。那嗯你认为在这个歧视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对比的话，在过去嗯。跟现在的话，这个歧视的现象是越来越频繁呢，还是它是越来越好呢？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呢？我觉得人类很早就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群体。嗯那歧视一般是发生在群体对群体不是一个人我喜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不代表这个是歧视如果嗯我不喜欢你而且对你有伤害，比方说我不喜欢请的黑人比如白人不喜欢请黑人工作，然后对的黑人那个工作机会有影响，那就是一个，而且这个是集体的比较多白人这样做就是一个歧视了。那我会觉得这个歧视从我们这个人类呃，有组织有历史以来都从来没有消失嗯那也很难统计它是多还是少我觉得种类肯定是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人类历史一直发展下来，我们分的族群group 是越来越多，你嗯分的越来越多那个群体了，那歧视那个案例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嗯，对。如果我们有个说法，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有一些学家就认为呢，就我们可能在现代社会呢，觉得这个坏的新闻或者什么的会越来越多，然后把那个东西会放得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科技允许我们可以接收到第一手信息 real time 的那样，然后嗯。呢，它可以很快速的传播出去，所以我们就变相好像认为了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在以前的社会人类发展过来的话，整体来去观看的话，就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今天的年代，我们的社会或者整个人类社会是相对以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个暴力事件相对比较少的那种比较大的冲突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世界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个误差，就觉得现在是非常惨的，或者一个非常不好的年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在人类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年代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比较以前。那对，这个我也同意的。起码现在我们是很多是从歧视走过来，嗯去平等方面发展。比方说我们女权我们的反歧视这个法律这些都在近代我们人类开始慢慢认识到歧视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以前嗯，是没有，以前我歧视你就歧视你了，也没有法律不给我歧视这样子。但我们对今天肯定法律多了反歧视这个法律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是一直在这方面的进步的，所以我对先跟大家说一下，不要太悲观，所以我们去正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对。就可不可以呢？因为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就想
啊，嗯让你跟大家去科普一下一个经济概念上的东西，就是说，如嗯，果从好，经济角度怎么去看待歧视呢？因为我知道在经济学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基于偏好的歧视跟那个统计对性的歧视，那它是怎么样的一对。回事呢？这两个其实一个是 taste base 啊，一个就是那个比较就是可能也是比较理性了哈，统计上啊，嗯都是经济学家，一个是Becker 啊，我们 Becker 也是诺贝尔奖啊那个经济奖得主，他就说呃歧视其实可以是就是这个是 taste，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我嗯就不喜欢黑人就不喜欢黑人了，哪怕你这个工作能力比较强一点，我就不喜欢你啊。嗯但是呢，另外一个是统计那个歧视啊 e f e c t 啊，他提出的就是基于以前的数据，可能就是说黑人那个工作能力没有白人高，所以我在请人的时候可能请白人比较多，请黑人比较少。那这个是基于一个统计有证据的那个歧视，其实这个也是比较理性的，严格来讲也不可以叫歧视，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低一点，那你应该拿的工资就比较低啊。但是歧视发生在就是我虽然是这黑人，但是我特别强的嘛，嗯那你就没有关注到我特别个人那个信息，就以为我是一般的黑人，那给我一个比较低的工资，或是不请我，那就是歧视了哈。嗯嗯，那那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从经济的看法，那有没有办法用经济的手段去把它这个概率变低啊，或者把这个解决掉呢？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歧视人，我的不是一个群主啊，其实是嗯要保护他的利益啊，也很难说是人多那一组去歧视人少那一组啊，有些时候是啊，比方说那个如果在美国白人占多数，黑人占少数，就是白人歧视黑人，但是如果在南非，南非是黑人多白人少，但是白人还是歧视黑人嘛，啊，比对方说对同性恋啊，同性恋应该是少数啊，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那就歧视同性恋了。对，但是社会上也是有钱人歧视穷人，那社会上应该穷人比有钱多的是嘛？那为什么对对对，少数有钱人可以歧视大多数的穷人呢？所以这个也没有说是一定人多其实就歧视人少，这个主要就是强或者以为自己强，或者真的统计上他是比较强的那组，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歧视比较弱的一组，令到他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对对对，那哎，其实很奇怪哦，就是那个 minority 是 versus majority，我这个是反过来。那他，对。你认为为什么这种所谓的这组群主这种强的群主会特意的去歧视这个比较弱的群主呢？他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想保持现在的优势啊，不想他有一个逆转。比方说，以前我们是经济主导嘛，就是歧视女的，也不嗯给女的出去工作，也不给她什么机会，也不给她政治权利啊，所以女的永远就是是男的一个附属品那男的那个就做一个强者，他这个地位就可以一直维持嘛。所以你要去，因为你自己强，现在这个地位比较强，就剥削一些弱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权利或者经济上，你要维持自己的优势，令到另外一组得到一个没有往上流的一个机会嗯，但是现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如果就我们社会就是女性的参与度比较高的话，那就男性就会地位就变少了嘛？如果我们去真的去这个审视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你看看，女权也是最近代才有那个概念的。美对国以前女性也没有投票权的。对对那你看现在这社会，因为我们那个技能以前就是体力活嘛，我们的男的比较强壮，所以男的那个经济能力比较强嘛。对，那现在变成一个服务型社会了，语言各样比较重要，那男的就没有优势，女的进大学机会也比较多，女的做那个我们比如像香港特首也有女的嘛，台湾总统也有女的嘛，嗯我很多国家都有女的，就是那个首相各样的对，所以女的那个地位PhD 念这个博士那个率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社会经济那个价值会变，女生不一定不。
有时候啊，以前是用这个体力来决定，现在不是了。所以如果你不给他压下去，比方说现在你在这个中东对在那个沙特阿拉伯伊朗你还是歧视女性嘛？其实女性的生产力现在不比男性弱的哈。对，就他们甚至不让他上学，是不是在那边？就是对对。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但是我好像还没看到就实际例子，就是如果女性有一定地位的话，她会去剥削男性的那个地位啊，这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这个你要 这样想？你要整个全世界全部倒过来也比较困难，因为女性本身她也因为她要生孩子一些原因，她可能在职场上可能嗯有一些就是这个历史但嗯嗯，是有没有女性剥削男性的呢？可能我们回到以前母系社会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了。那肯定是呃，政治地位肯定是一个了。那以前我们都是男性主导的但是女性现在起来，但是也没有去到一个主导的地位嘛。对，所以说还没去到那个 tipping point，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对女性到了那个点会不会真的就是变成反向去歧视那个男性或者剥削那个男性。对，这个我们比如说人类，你看我们都是跟爸爸姓的嘛，很少是跟母亲姓的。所以这个对。其实也这个歧视，为什么一定要跟那男的姓呢？为什么不跟女的姓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里面已经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呢？就为什么一定要跟爸爸姓呢？是那个理由是什么哦，呢？那个就是几个原因呢，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啊、在以前那个啊、婚姻这个，因为以前那个都是男性主导的经济社会，他这嗯，个继承主要还是要传到那个男的身上。现在我们香港也有，还是有这个性别歧视的。我们香港新界有个叫丁权嘛，丁权一般是全男不全女的，哦哦男的一出生新界原居民一出生男的就有一个地，有哦，块地女的就没有。那主要就是那个肯定，你比较肯定谁是他那个爸爸嘛就是你把女性娶过来你就是他的爸爸，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男性作为主要就是财产的继承，所以我们就用男的那个去做那个姓氏了。哦，对，就是这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因为你女儿你就是外嫁出去，就是好像送了给人家，但是男的话，你就对。因为他是一直守护着家里的，或者他是把别人的女儿娶过来的话，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作用了，变成就是一个男的可以一直守下去，然后女的反而就外嫁出去，就变成人家的老婆，就好像但是个别例子比较你是富二代女的是富二代女的比较有钱那也是中国有一些地方，比如浙江或是香港有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叫入赘哦入赘就是那 哦哦哦，就对是那个男的是嫁给那个女的那对，这个就女方比较强势，所以还是经济原因做成这个谁跟谁姓这样子了。哦，所以在这个平衡里面，就是也是去衡量这个经济收益的问题，最后，这个主要就是家庭承传财产继承这个嗯姓氏本身也是一个经济一个议题来的嗯，那在这样的环境，那这是比较中国吗？就外国也是这样吗？在西方社会，他们的那个观点也是类似吗？现在起码普遍的西方社会也是跟爸爸姓的，但嗯，是也不一定是我们的英女王，我们女王就可以做女王嘛，女人也可以做王嘛。那在对，中国古代是不行的嘛，这个嗯。但是也不是，中国也有那个武则天啊，为什么？这个是一次嘛，这个是个别的例子，不是一直传下来嘛。哦哦，就因为没有达成了一种继续下去就有一个 trend 的效果，所以说对没有达成那种对改变。对，那英国不是嘛？英国的女王还可以再传给女王，再可以再传给女王的嘛。对，它已经是变成了它文化的一部分了，所以说他们的看法会不一样。对，就因为那个女王嗯，之前的那个王室的定义的问题。对。
那嗯你觉得那个，那你刚刚之前说的那种黑人的例子呢？其实嗯，我回看的话，那的确是早期来说，那个黑人可能他的那个工作能力一定是在这个白人社会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做对比的，因为他们是本来是在非洲或者外边去买这些黑奴回来嘛，那他们呢对以他们是从一个比较落后的部落或者落后的那个地方去买他们回来，那他们是什么都不认识，也没有见识过西方的那种就是新型的社会，就没有见过很多东西，所以说他们一定什么都不懂。所以说这对也是导致到那个，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去雇这个人的话，你就觉得他什么都很笨。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是很合理。然后如果我们，因为我听过人家说，就是在国内就是早期这个不是有很多那个香港港商去进入大陆去做这个生意嘛，就对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刚刚说的那个黑人案例也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在香港做生意是应该早期就一开始就可以对接这个外国人，去帮外国人做生意，对然后从做生意的理论上或者这种工厂的设计整个流程怎么做怎么去优化，他们都很懂。然后他们已经是在香港市场把这个运作去到极致了，然后已经进入了所谓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内卷的状态，就他们很多嗯同一样的工厂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卖给同样的客户，所以呢，他们也卷到了一个程度呢，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所以说他才愿意去把那个工厂搬到大陆里面去做对一个新的工厂。但是问题是什么？就问题是他去到了中国的时候，因为当时候的中国还没就发掘起来，就是还是很穷，很多人都是还嗯真的没有任何见识，他就没有受过那种教育，也没有碰过这样的嗯东西。所以说，在很多香港的老板或者那种香港的管理者看来，他们就是很笨很笨。我曾经听过嗯人家说，就说你当年回到大陆见到那些人真的笨的，就觉得他们就跟头牛一样，就什么都不会，就只要你牵着他的鼻子走，才拉得动那样。就他们是嗯这样的看法去看待的，而形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就可能就因为那个期间是这样的改变的时候，就这种转变可能就形成了那种香港或者外面的人跟那个内陆的中国大陆的人的那个区别，而产生的这种对歧视的一个开端吧，可能是因为本对来对都是中国人嘛，本来都是看起来就没对有那种白人跟黑人的对比，但反过来呢，对就因为这种经济的发展的那个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差距，而这种差距呢，就根深蒂固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到现在了。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歧视同种啊，就是不是一定是跨种族的，对同一个种族里面也可以有这个歧视。那你刚刚说的香港人，因为他发展比较早嘛，所以对就歧视大陆人。但是如果你再往回推几十年啊，比如1930年代，就是说上海比香港发达啊，广州比香港发展发达啊，那个时候香港人其实就没有这个优势了。所以经济发展会令到我们那个群族啊，会受多一些教育，收入会高一点啊。那只是前跟后的问题，我们先走一步，我们先发展起来，但我们就有一个优势，我们有一个优越感，那觉得其他人都不如我们呐、那这个就是经济原因啊，令到一个群族啊，他觉得啊其他群族啊不如啊，或者其他那个组别不如自己，那这个就经济原因导致这个歧视的存在了。对，但是反过来看呢，怎么说？就因为我现在呢住在加拿大这边，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刚刚的理论去说的话呢，那其实加拿大或者这个西方社会应该是一个比香港都更加发达的那个社会吧？可不可以这样说？嗯，
但是好像呃，在加拿对大，他们对这种分差或者这种包容性是比较强的。就可能是那个，因为在加拿大，他们有句话叫做那个 melting pot，对不对？melting pot 就是意对思就是说，因为加拿大本身的那个结构性，就是早期有英国人啊，那个苏兰格人啊，就是欧洲那边的人过来了，然后他过来之后呢，当然他也是把那个当地的那个土著，就是 native 那帮人是搞得很惨，对，因为那个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那种歧视性的冲突了，就掠杀了嗯，很多很多那个啊、本地对，人，然后我呢，有把对，印点，他们的地啊，或者把他们的各样的东西都抢过来了。但对，是之后呢，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它的过程就好像对比来说，就算是对比他邻居的美国来说，它的那个包容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可能是他的嗯，那个社会氛围，或者他们那个塑造的那种文化，就是那种 melting pot 的这种文化，去让那个所有人去更加多认识不同的文化的背景的人，或者跟着不同种族的人，跟着不同啊、想法的人，对就是可能是不是因对，为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导致，可能是，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去把这个东西变好的话，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我们重新去改变或者塑造我那个地方的文化，让它去更加看多一点，就是他的那个 world view 世界观更广泛一点，可以了解更多一点的话，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发生的几率降低，把这个歧视的几率都降低吧。那我觉得其实当然可以透过教育啊，透过一些社会上一些大家分享，大家那个共荣去把这个歧视就是也不可以消灭，但是可能改善一点加拿大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它人口只有美国的大概1/10，也是一嗯，个移民国家，大城市都没有几个。对它的来源可能就是本来有些英国人，也有些法国人嘛，也有一对些欧洲、东欧人嘛，那亚洲人、香港也很多，所以它也比较 melting pot，本身人口就不多，外来人的占的比例也比美国多很多了。美国3亿个人里面，其实很多大部分就是本地的白人、本地的黑人移民当然有，但是也不是大多数，所以加拿大相对美国的这个包容性可能会比较强一点的对，是这个，所以就是，所以按理的说法是，如果加拿大某一天它的人口变得很多很多，就好像美国或者甚至中国那样的话，它也不可能保持到这种包容性的文化吗？会有产生冲突吗？如果他本地人慢慢变成多数了，移民慢慢变少了，那个可能他也会变成美国化那在美国里也看到这个歧视也存在，不光是美国，就在英国一些先进国家，他也比较歧视有些种族的白人他对白人没什么那对这个黑人黄种人也属于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歧视的。但是，嗯，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就是我们刚刚探讨了说，就是其实这个有很大部分基于这种经济的衡量，然后就是可嗯能就这也包括社会地位了。但是就嗯是，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去看的话，有时候现在特别在美国，我们刚刚说到美国的话，它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 woke culture，就是那个嗯，啊、觉醒文化。那这个觉醒文对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背后呢，其实包容了这个对性别的歧视，跟对这个个人选择的那种歧视有关的。就是说，有人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天生一个女性，然后他是一个男的，然后他就愿意对，去啊、做性别手术去把自己的性别改了。然后呢，有嗯人就觉得我是一个 gay 的，然后我是同性恋的，然后他也受到其他人的歧视。但是有一些人甚至是他是双性的，就是 gay 也好，跟那个 bisexual 的都可以，但是他也受到了其他人对他的这个性的选择性的那种歧视。所以对这个，但是他们很奇怪，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是白人哦，就是白人跟白人对，的那种歧视跟那个这个争这个议题啊。
所以说，那但是这个也不直接牵入到他们那个收入啊，或者他那个原本的那个经济地位啊，这个冲突吧。因为就算他是 gay 的，或者他那个对他是一个 trans 或者 bisexual，他跟你的那个没有这个金钱上的冲突吧？因为他不会因为变成 gay 了，对或者就可以赚到更加多的钱，或者他有对，那种这个优势。那这个你看看早期的时候，谁反对同性恋最厉害了，就是那个教会嘛，天主教啊。所以这个是嗯，宗教上啊，他觉得啊，应该是一个一男一女的结合嘛。这个神就本来是做一男一女，要一男一女的结合嘛。哦啊，哦，而且这个是从这个宗教上，他做有一个类似这个品味的歧视，在那个经济社会上呢，也有理由的。比方说，现在其实我们在中文大学，在很多香港地方也在讨论这个事情，要不要这个在设一个除了厕所除了男女以外，要不要设一个第三性别的厕所啊？哦，或是第四性别的厕所啊？当然这个是从他们权利来做，我们应该这样做。但从经济来说，我不可能为了一个人、两个人，整个学校1万个人，就为了这一个人就开一个厕所出来嘛，而且在每个 building 都要开个厕所啊，那这个是成本是很高的嘛。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做到我们的希望可以从政府层面去，如果你承认的话，这个是过程。比如说香港以前是同性恋是违法的、非法的，现在已经不违法了啊。现在我们也不会歧视那些，比方说伤残人士啊，他不会走路，他要坐轮椅的。我们现在香港很多地方大学里面都是那个无障碍的啊，所有地方都可以坐轮椅到达，哪怕这个成本高一点，我们也做这个通道这个出来啊。所以我们是慢慢倾向这个就是平等啊，但是要看这个经济可不可以负担得起来嘛啊。嗯。那所以按理说，现在这种所谓的 woke culture，它原本的根子是因为那个教会，就是他们害怕这些人会动到他的那个权利嘛？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啊，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要就是跟大家说啊，这个神是存在的。如果神对，存在的话，不可能有这个 gay 出来的嘛，不可能有这个 lesbian 出来的嘛。啊，所以就是对这个同性恋，他是特别就是可能说是不喜欢了啊。这个在基督教还是比较开明的，就是天主教这方面是比较就是他就对这个同性恋就有一些就是不喜欢的。那所以就是一个权力的争夺嘛，就是好像说，我原本打个比方说，我不是教会的，但是打个比方说我是教会的话，那我本来是在整个社会上有一个很高度的话语权，对不对？那我的话语权是基于我这个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这个有神去制造人类，然后我是通过这个 Bible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去宣导这个神的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我的。但是如果这个 trans 或者这种 gay 的出现，他们这个群体的让大家都接受了，那大家就可能就怀疑这个一个传统对，的这种神的理论，或者我一直这么多年过百年的这种宣传，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它可能是一个反差，或者一个直接这个把这个教会的颠是倒。有其中一部分是这个原因，还是有一部分就是他就算我不是宗教信仰啊，就算有些不是天主教徒，他也会歧视同性恋的。以前啊，现在有一部分哦，人歧视，那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社会上我们人类啊，用一个生物看，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可以生儿育女，我们可以一直传下去的。那如果想一想，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个同性恋，大家都不生孩子了，那人类就会灭绝了嘛。所以嗯。从这个生物学角度来看有一部分人歧视同性恋，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嗯，所以如果按这样的方法去看的话，也是这种权力的争夺了，就大多数对，人他希望就是用我们就是这传统的这种生育去延续人类，然后这帮人出现的话，那这个 gay 或者这种 LGBT 的出现，它会影响了这个人类的继续发展，所以就那个权力的对，争夺。
所以说这对，也是归纳到这种权力争夺跟那个地位争夺。这个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为了我这个群族这个社会的生存嗯下去。如果想一想，有一个社会完全接受这个同性恋，它那个人口可能就会这个增长会比其他这个社会比较少，甚至负增长，那它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少，相对其他那个社会来讲了。嗯。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反问一下，好像现实不是这样吧？现实是，就算你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其实这个生育率这个问题是全球的问题，其实这是一嗯。个发达国家问题，不是这个 gay 跟不 gay 的问题吧？对，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 gay 还没令到足够令到这个社会人口减少，令到社会人口减少，主要是它发展到一个程度，女性那个时间成本高，就不愿意生孩子了嘛。这个主要是经济上女性她的生育成本大幅提高嗯啊，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多人可以理解啊，经济学家可能会理解，但一般可能不会觉得是这个原因的。但以嗯前如果是在前1000年之前，他根本就不会觉得女性有机会赚钱嘛，所以嗯从以前这个角度来看，女性这个地位上升赚钱而不生孩子，这个从1000年前几百年前这个不可以，这个不会理解的嘛。嗯，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些，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去看的话，就可能就是那个 misinformation，就是错误的接受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外部一些人把这些信息的早已经定性了某一样东西，就可能给它标签了。所以呢，这种标签化对把这些信息打包成一个东西，然后呢，再不停的传下去，然后在传的过程又继续误传，而导致到这个对人那帮人对这个 gay 或者对这个生育率跟这个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都绑在一起了，就变成了让对，他这个有可能啊，产生敌对关系了。这个有可能。嗯另外就是古代社会就是打来打去嘛，打来嗯打去的话，就失败那一方就肯定做奴隶嘛，做奴隶那批就肯定被歧视的啦，就是强者这歧视弱者。以前的社会都是这样打来打去，所以为什么从古到今都有这个歧视的问题了？嗯嗯。那按道理的话，因为我在想，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好像 gay 的，因为我知道在科学上呢，在科技上呢，其实现在我们是人类有办法，就让这种 gay 或者什么的都可以怀孕，或者通过自己 DNA 自己什么的嗯，去找一个代孕的妈妈对或者什么帮他生孩子。其实，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很多这种冲突背后的那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也可以把这种所谓的歧视的恶循环给解脱出来。就比方说，如果我们按这样的看法去看的话，那用科学手段去让这些 gay 的或者那个其他的人可以得到孩子的话，那这样也不违背了这个呃在教会的那个议题吧，可能，因为你一样是利啊，用了这个人的那个基因跟那个这个女的那个孕那个啊、我忘记叫什对，么了，就是那个胎盘去但是生产的。如果是这个是非婚生，这个在天主教也是不太承认的嘛。嗯，但是其他还可以吧，就没有这么极端的，就是那种，因为他我觉得为什么嗯对人类不我们很多越来越多社会接受这个 gay 我是因为他主要是因为他不影响其他人嘛，就你这几个人的事情你们两个个人的事情只要他不影响到我，那我也没有必要歧视你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多社会都立法就可以给他，因为呃主要都是法律上社会上如果不承认他们就不可以结婚了。不可以结婚，他们就财产上比如他们不可以一起申请我们政府的房子很多财产那各样做不了安排嘛嗯所以如果社会要承认就法律上要给他的支持，如果法律不给他支持，社会要歧视了，他很多事情其实也会处于一个
很逆势一个，就是很不好一个地位的。明白明白。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手段，就可以用现代科技或者未来的科技去 tackle 这个 problem 呢？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歧视的群主跟群主的，如果你从这个比如统计歧视来讲了。嗯就算我有一个刚刚我们之前谈过一个智能眼镜一个眼镜戴上就知道你这个黑人这个赚钱能力生产工作能力怎么样那就是名校毕业什么的。那因为它统计嘛，统计上肯定要小数据强的，但是因为统计上你就是比较弱，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比较低收入，工作能力比较低，所以我们就是要科技。最多就把那个比较强的那个弱势的群主，那批比较强的黑人不歧视，那大部分还是歧视的嘛。你看他收入这么低，那你也不会请他过来工作的嘛。嗯，但是这个如果你真的针对他的能力去看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合理啊，这就不算歧视吧？如嗯，果是从这种啊，工作的，经济上这个不算歧，如果同工不同酬这个才是歧视同工，因为有些人，比方说男女，如果他的工作是一样这个责任是一样，但是女性就是低工资一点，那这个就是肯定是歧视了。啊。嗯，但是好像这种情况现在也是越来越少啊。我觉得同工不同酬现在也是比较少，尤其是在一个经济社会就是我要抢人，你给的他，除非这个是社会的行为，所有公司都给女性低一点，那他女性走来走去也是低一点啊。但是如果只有几家给他低其他不给他低，给他一个男性的工资，他会离开的嘛，所以你的歧视就不可能就维持嘛。嗯。所以那对，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的背后也是这种信息差吗？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就因为在历史的过来之后，就很多东西就因为误传误导了，导致到有很大的信息差，而变相呢就变成了很多人的那个偏见的根源。就好像说的啊，香港啊，跟那个内地啊，或者某一个对发达社会跟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就是很多很多标签化的问题，它其实是基对，于这个这个信息差。信息的问题，比方说，你有一个人是名校毕业的，Harvard Cambridge 回来的，一个是普通人如果你只看这个学历，你肯定会请那个名校毕业的嘛。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标签，你不用再花时间花成本去看看那个比较差的那个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追求这个信息是有成本的，我要把这个人知道他这个工作能力我要知道他比这个哈佛毕业个还厉害，我要花很多成本去了解他。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科技，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这个信息成本、时间成本是零，那这样子就会大大减少这个差别。如果有这个安排的话，我觉得名校也没有什么这个优势了。嗯，就是但如果我们去假设，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假设过，就是如果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 AI 了，AI 已经出现了，然后 对，AI 的这个进程会越来越快，然后我们可以利用 AI 去做比我们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就比方说，你嗯刚刚说我们可能要分析过万的数据才去了解到这群人或者这一个人，但嗯，是可能以后有了 AI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去充分了解到啊、这群组或者这个地区的人，以后或者甚至这个地区是怎么回事，怎么发展过来的。然后这对，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了我们因为信息差而形成的很多那种定性的这种观感或者偏见，然后去减少这个歧视。那这样的话，我如果用这种科技层面的话去看的话，你认为人就是会有改变，或者那个人会真的接受这种东西吗？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很好奇，就是因为这10来年的那个互联网的发展嘛，其实就算我们还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去了解到
比方说中国大陆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那个外国的人他也可以了解到黑人他是那个历史背景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成长的啊，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或者各方面的信息，其实你愿意的话，你是可以很快，也是比较快的速度去找得到，也了解得到，也不用花太大的成本。所以我就好奇，就如果以后我们有更加好的工具的话，也会真的改变到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习惯嘛？就这种，AI 可以帮我们去把这个人再细分一下，不一定就看他的名校。为什么我们需要名校啊？那些大的那个标签效应，就是因为人做这个东西有经济成本。比方说，一个老板他要请一个人，但是有1000份申请表，他只有半个小时去把这1000份申请表再来选10份出来，所以他不可能每一份申请表他都花半个小时进去啊。他可能就先看你的名校是名校，是名校就放在一边，不是名校就把它丢掉哈。所以也是那个挑选者那个时间成本。如果你大量的申请啊，他本来就给你10秒钟就看这个 CV，那就这样子。那如果你有 AI 了，那个先把一批人有什么除了你的名校，你还有其他的工作经验啊什么的，把它挑出来嘛。只要你可以省回那个挑选的时间呢，我们挑选的时候可能会精准一点但是当然，名校啊那些还是有这个本身有一个这个价值的存在的，因为 AI 也不是100%准确的嘛。嗯。所以说，那其实这样的话，如果就是比如我是一个老板的话，如果我也是基于这种选择去选的话，那我也是预先把这某个大学或者其他的大学标签了，这个是名校，这个是好的，然后他的对，学生就一定好了。就是我是利用我的那个 stereotype 去做了，因为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因为这样省我的时间嘛，我不可能花5天1个礼拜来选这批人吧。嗯，老板时间很宝贵的嘛，可能一天就1个小时选1000，1000人就这个一个小时里面选出来了，所以每个人只有3秒钟去看，那只有可以看到 GPA，看到名校就这样子了，其他的也不可以对。细看的嘛。那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时间，然后时间成本，而导致到我们会偏向一些比较标签性的选择去看待世界了，就整个世界了，就对，好像说，因为我们对其他人是没什么兴趣呢，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了解你呢？还要了解1000个人，我就嗯，看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精力去拿一个名校的学位，就是因为可以省回很多人理解我们的时间嘛，挑选我们的时间嘛。对，我明白。所以说你带出这个问题，就是它的根源其实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标签？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标签，然后这些标签是怎么产生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标签就是好像变成了这种所谓的懒人包，对不对？就我们对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懒人包，就比方说 gay 的是怎么样的，那个对对对黑人是怎么样的，然后白人是怎么样的，那个欧洲人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们就利用了这种懒人包去看待整个世界，就变成了扭对曲了我们的那个世界观，而导致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真实了解现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对，这个以前因为社会比较简单，科技也比较简单，你没这么多工具可以了解一个，所以社会上，比方说印度，嗯，印度就重姓制度嘛，只有4个姓，那社会运作就很简单了嘛。我这个只有婆罗门跟婆罗门有这个可以通婚这样子，那社会运作就很简单了，也不会但是这个就很不公平了嘛，就穷人也有很厉害的人嘛，但是你不可以透过用功也不可以透过结婚往上爬但是这样子社会就长期的稳定了嗯，但是那对，我明白，但是这是以前的社会嘛，但是说我们现在人类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又卫星又什么的，但我们都已经有这么嗯多高科技去平衡了以前的那种缺乏科技的手段去做这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还是偏于利用这种标签的行为去做，就好像是你刚刚说的，举个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时间成本。然后另外我还嗯觉得可能是因为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人类本身就
比较懒，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太懒了，而导对致到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花那一点点时间。其实我刚刚所说的花时间其实不用太多，就比方说你去网络上去搜索一下东西，然后你就看一个 YouTube video 或者什么的，就随便一个东西，可能就半个小时内你就可能理解到这个比方说大陆人是怎么样的啊，然后黑人是怎么样的，对真的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多的时间吧，但是我们就是对，懒吧，但是应该是。对，但是你要知道啊，一个人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是一个 committee 啊，去选你做一个这选择了，那肯定出来的还是一个平均的一个行为来的嘛。嗯就算这个人啊，你们说有一个是名校，一个不是名校，但是很好。如果一个人去挑，老板去挑，可能他会不挑那个 Harvard 的毕业，他挑那个就是不是名校，但是他知道他比较强。但是如果你要10个人投票了，那肯定也是 Harvard 那个先出来的嘛，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一个嘛。所以我们很多决定都是投票出来的，都是这个群体决定，所以就离不开平均化那个，就是不可以有一个，比方说以前我们中国不是那个我们都是看看这个，你看汉朝的时候啊，这个嗯刘邦要把这个韩信提拔，你看多难了，他一个人要就是要说服很多下属嘛。这韩信就是一个很低层的人，要把他提拔到大将军。那除非你有这个刘邦的能力，如果不是你跟他投票，他肯定也不会就不可以韩信不可以做出来的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以这个履历啊，以这个一个工作能力、工作年资来决定的嘛。所以一个从来没有什么工作历史的人没有什么就证明他有工作能力的人，你要把他提上去也是很难的。我大概明白意思。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分拆两个层面来说。那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已经明白到为什么有时候这种职场或者名校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机制了，因为大家在一个好像你说 committee 就是一群人，他要用最快的嗯，时间去选对的那个 candidate，就是对的那个人选的话，对他必须就要利用这样的方法，利用这些标签去挑，不然的话，他那对个时间成本接受不了。这我明白。那如对。果我们反馈来去看社会层面的那个发生的话，那为什么那些社会上的人就不愿意去多了解对方，而就减免这种冲突？其实你反过来看就是我如果我跟一个朋友去探讨的话，我会就跟他说，就是你看，如果你不去了解，然后你产生了冲突，其实那个冲突可能给你带来的那种经济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损失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的吧？那有些时候也不是这样算的。比方说，我们如果比如说政治上，它要分成不同的政治信仰，那个也不是算那个经济账啊。如果不是，就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个打仗啊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啊，政治信仰或是宗教信仰不一样，我根本就没办法了解你为什么你是站在那一边，不是站在我这一边啊。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可以用科学来说明嘛。如果要所有东西都用科学来说明，这个世界就没有宗教了，大家可以证明的神不存在嘛。嗯，就是这神不可以证明不存在，所以就是有不同的宗教嘛。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是人类的一种非理性行为而导致的，它的那个导向，是不是？对，这个是大家就不理解对方为什么是你挑那个来信，我挑这个来信仰。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者，我就既得利益者。当然你有100个理由你比我强，但是我就不承认你比我强，因为我承认你比我强，将来对我不好嘛。嗯，对，我也明白。哎，你说到对，但是这个承不承认这个问题哎，我以前嗯是这样的，我以前在加拿大时候我曾经跟一些白人的朋友讨论过嗯这个歧视，然后他们对这个承不承认这个东西，是他有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之前不久之前，好像好几年前吧，不是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嗯拍仿，就是那个黑豹。
就是那个 对，黑豹 Marvel 那个黑啊，人，对那个 对对 Marvel 里面的 Universe 一个超级英雄嘛，他就是对说的就是一个黑人，然后说的是一个黑对人群体，然后这个黑人群体对呢，可能就是全世界里面都隐藏着的，大家不知道的。然后呢，他有很高的科技，有很厉害的东西。然后呢，那个电对影出来之后呢，就发生什么事？就是在 Hollywood，就是比较偏是这个白人群体的主流社会吧，他们就对把这个黑人呢捧得很高，选了出来，然后呢，就大家就那个时候呢就认为了，哎，这个黑人就帮我们所有其他的黑人都掏光了，然后我们黑人就对，得到认可了，然后我们黑人就终于可以站起来了。但是嗯这个是一个普遍的认为啊，但是我就反问我的那些外国朋友，就是也有黑人也有白人，这我怎么看？就是我就问他，为什么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黑人的话，为什么我要得到一个白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的所谓的认可，我才可以为我自己骄傲呢？为什么我不能够就是因为我是黑人，然后我这个黑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是为了我所做的事情去骄傲呢？啊，因为这个你想做很伟大的事情，这个当然有些人能够做到变成伟人了，但是很多人他为什么有这个英雄出现？英雄可以在电影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他可以做一些以前你想做但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Marvel 有这个蝙蝠侠啊，有很多这蜘蛛侠，他也是有一些社会在底层在被人家压迫的人啊，他认为可以透过这个英雄电影去啊，因为他是跟我同一个的，我可以做他的一个这个优秀，我是黑人，他这个黑人很有成就在电影里面，那我就嗯得到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认同啊。他是其实这个也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这个只是反映他长时间被社会压迫，这个有一个人啊，可以给他这个压迫，这个就是精神上可以开心一下啊。但我觉得这个他有很多人有这个需求嘛。嗯，但是其实其实你刚刚说的这种观点，其实我们中国人这边有发生过嘛？就好像最近都有，你看那个看我们国家，中国什么有火箭升空啊，我们呢有什么比美国强啊？有做什么航母出来啊？我们都很自豪的，就是中国中对，华但是哎对这个民族在强大起来，我们有这个感受嘛。对，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有这个你刚刚所说的就很跟我说的那个观点有一点差异，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有时候有一些你刚刚所说的案例，就可能他不需要这个外国人去认可，我们也会自豪啊，你明白吗？就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说，黑人他们可能在文化上为什么一定要那个白人去认可他，他才会认得自豪呢？因为其实它是处于这个历史嘛，而中国也是弱了很多年了嘛。如果我们一直都很强大，我们就不需要美国承认嘛。那我们要弱很多年，现在这几年才强一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脱离以前这个低劣这个状态嘛。所嗯，以如果我们一直都很强的，那我也不需要比我弱的人承认我嘛。所以就是因为那个处在的那个所谓的社会地位跟那个价值观，就令他认为，因为可能如果我是一个黑人的话，就因为我长期处于这个社会的，他在西方的社会的那个底层，然后就突然间这个给我高层的人，突然间把我的一个电影或者我一个人物给宣扬出去了，所以我就会这种差异感，就是突然间对，他为什么看得起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很自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人本来就有高低，就是他因为通过社会竞争，你就会有把人分成高低。那处于低那个，他心理上就不太好受，所以他透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买名牌，我买一个名牌手袋，买一个名牌表，开个名车，哪怕他是把我几个月的工资都花掉了，但是人家会瞧得起我。那名牌就是打这些人的主意嘛，就是说可以赚这么多钱，人嗯有希望啊，跟其他人一样
所以有些人宁愿去一个地方赚低一点工资，但是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也不愿意在一个有钱的社会做一些，就是总体来说，这个绝对这个赚钱比这个穷社会高，但是地位是很低的啊。所以就算你在美国可以做一个清洁工，你赚的钱可能在中国做一个经理还高，但是嗯你也不会去美国做一个清洁员嘛，保洁员，你可以在中国做一个经理啊，这样子心里就比较平衡嘛。嗯，所以就是其实最终也是这种财富跟那个社会地位的那种不平衡，归根究底。对，我觉得人活着，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社会啊，我们不是自己活着，所以我们就喜欢比较，也不喜欢被人家小看嘛。人就有这个需求，我说我要比他们强，比他们厉害，这个是永远的，这个在人性里面一个需求来的。嗯嗯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吗？就是或者改善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对不对？但是如我果我觉得怎么做呢？对歧视这个东西，我觉得1000年后还会存在，而且可能更极端。有一些人可能得到一些技能，他会发展成为更强大的一个族群。那嗯，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到一个可以令到其他人类变成个奴隶，我们从奴隶社会走出来嘛。那对，以后会不会要走回奴隶社会了？这个有可能的，或是我们变成这个 AI 的奴隶也不一定啊。就是有一些人掌握这个科哦技经济的那个工具，有一些人永远掌握不到，那有可能就变成一部分人这个也不会说是奴隶，就是他那个收入差距、社会地位也可能越差越远了。哦对，那如果按照你这样的观点去看的话，就是其实这个就是那个贫富差距的问题，而把它逐渐越来越放大，然后去到一个极端的根本就不可能反过来的一个社会状态吧。啊、这个可能也要看看以后有没有，就是要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它更会令到人类这个财富分得更不公平啊。有嗯，科技能力的人，他可能就会掌握这个经济这个资源啊。那现我们以前为什在已经么奴隶社会？是这样了。对，因为以前我们差距太大嘛，英国、法国那个时候有枪有炮，你去到美国、美洲这边什么都有，那还是用工匠嘛，那个时候差距太大了嘛。嗯那现在因为我们很多这科技比较普及了，每个地方，而且我们人类也慢慢走向这个文明嘛。那以后会不会走回头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公平，或是会越来越差异化，我也很难这个猜想了。没有，但是没有，但是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现在的话，现在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龙头的那个科技公司嘛，就是 Apple 啊、是 嗯，对 Microsoft 啊、Google 啊那帮儿他们其实就是好像你说的，已经垄断了这个科技上的那个趋势啊，跟优越性啊，他们是好像现在 AI，其实你背后也是被他们垄断了，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那个数据库，你根本就不对可能变成一个你这个独立的 AI 嘛。所以说，微软对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种 AI，然后 Google 啊跟那个Facebook 那帮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垄断了这个资源，就是 data，我们人类的 data，对，所以在他手里他就可以就做不同的 AI 出来，但是其他人就很难跟他去竞争。就好嗯像说OpenAI 它为什么最终也是好像卖身了给那个 Microsoft 呢？就是因为它也运作不了，它需要的那个 data center 去计算能力各方面它都没有，因为那些都是给那嗯，些龙头的垄断了。所以说，按照你的说法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苗头，就是他们会越来越垄断。然后我们啊，虽然在生活上可以用到这些科技，但是在这种财富的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平衡来说的话，会越来越倾向这种龙头的，然后下面的人就越来越难找到这种出路啊，或者再制造财富的机会。对，这个有可能就社会上同一个社会，它可能贫富悬殊可能会增大，但是你要把这个科技把这个数据要变成武器啊，如果一个国家如果它
比如说中美啊，或者俄罗斯，现在也是不可以谁打过谁，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核弹头嘛，最多嗯就同归于尽了。但是如果你有一天的科技零和零，比如美国或者中国或者俄罗斯特别强大的，嗯，那这个就有可能就世界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那现在已经是这样啊，现在都是就啊，是但是美国跟中国最强了。对，但是还不是我比你高一级或者2级嘛，不，大家都是不可以有绝对的优势嘛。你想把我打下，你还要付出成本的嘛。现在还是这个状态嘛。嗯，那如果是你不是说这个西班牙去南美洲啊那些，我有枪，你有攻占，这个是两个时代的事情嘛。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探讨过，就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很多歧视的根源就是基于这种金钱跟这个社会地位，然后这种金钱嗯。跟社会地位的绑定，其实可不可能就为什么我们现在看放眼全球的话，会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不同的歧视，就区域上的歧视啊，人跟人种的歧视啊，跟人的喜好跟不喜好的歧视，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去了这种非常贫富不平衡的状态，而导致到我们的那个矛盾越来越多，然后这种矛盾就无限放大，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一般会越来越开啊，就是越来越不平均。但是社会上很多歧视也不是因为就是收入啊，有一些是因为政治信仰啊，同一个种族里面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了嘛。他为什么你相信民主，有些人不相信民主，有些人相信社会稳定，那这样就把它分成两个组，那谁也说不服谁嘛。那以后可能信仰也可能越来越多，但是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有10个信仰，也不会有什么敌对的出现，歧视出现。但是如果你有2个啊，它就会有敌对的出现了嘛。那如果10个信仰，也不可以说你歧视我，歧视你嘛啊。但是如果就是只有2个，或是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那大的一般都会歧视小的啊。但是如果你看什么社会了，如果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共产社会，共产社会就是这个农民啊，劳动力劳工歧视有钱人嘛。以前中国都是士农工商啊，这个商人虽然有钱，但是他是这社会地位就是最低啊啊。但是这个这个不是常态吧？就是工人他但的社会，但这个不是常态，这个嗯，要有特定的社会环境，比方说有下面的人掌握这个权利，他就可以有能力歧视有钱人嘛啊。但是如果所以这个是，他转移了所以权利的话，他对应该有钱啊，就钱应该也在他的那个分配的手里啊。啊，但是你不可以大部分人都小部分人因为社会无论你是什么社会，就算你是一个共产社会，它都需要人执法，需要人拥有这个军权，拥有这个权利的嘛。那对，这有这种军权、拥有权利的，他特别有资源的嘛，肯定是就是这样一个运作。任何社会都虽然无论你是平等社会啊、民主社会，你最后还是谁去执法这个问题嘛？啊，你要有一个强大的执法人，这个执法还是公平无私的、才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嘛。啊，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民主啊，什么也不可以光说嘛。我喜欢一个民主社会，我喜欢社会很安定，那谁来维持了嘛？啊，这个维持这个人如果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那这个社会也很难这个正常的维持嘛。明白明白。所以说但是他如果是那个权利在那个你所谓的那个劳动者身上的话，他就有可能去更加平衡这个这个歧视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有钱人他是少数，但是有钱人他在社会的地位没有这么高，他就不可以对歧视农民。但反过来，农对，民他比较穷，然后他那农民会歧视那个有钱人吗？那个时候，他不会这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社会是反歧视的，反歧嗯，视就是大家，比方说，因为你有这个比如美国有一个平权法律所以在美国其实黑人进大学的分数是比较低一点的。如果是黑人是女人，你在找到工作上面也是比较方便啊。这样就是反歧视。为什么黑人进大学的分数低一点，我们白人就可能高一点呢？这个不是就反歧视吗？但是因为我们就
正正的我们要把以前那个东西改过来，但是改过头了，矫枉过正，那就变成很多时候反歧视就这样出来了嘛。那按你的看法的话，如果我们社会继续往前走，我们应该怎么去设计一个新的框架或者什么的，去尽量的减免这个歧视的发生呢？在你那我们的最理当然想的状态。对，我们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去反歧视啊，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嗯啊，越来越多的法律去，但是千万不需要一定做过头，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啊，很多 misinformation 啊，信息不对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了解啊，跟你说多了解啊，对方多沟通一下，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比方说，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我不请你，我就经济上不行，就是比如一个黑人，你来到一个白人社会啊，一个非洲人可能来到香港，你去坐公嗯，交车、去坐地铁，人家都不喜欢坐在你旁边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歧视嘛。但是对，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偏好，其实这个也很难改变。你要改变的话，可能就要大家可能多一些了解，比如说非洲了解多一些不同种族的人哈，他们也是很有爱心、很友善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难改变，因为比方精神病人，很多人就不喜欢精神病人住在他旁边嘛。嗯。虽然那个精神病人可能已经很可怜，也不会对你构成任何伤害啊，但是很多时候你就看电视就有一个案例，就是精神病人来拿刀来斩人的，那这个也是少数嘛，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少数令到大家都不愿意接受有一个精神病人住在你旁边嘛，那你这个也是歧视来的嘛。嗯，但是你这种是一个比较 extreme 的啦，就是 extreme case 嘛。就在大多对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抓重这种对这方面的教育吧。就是说，如果一个教育体制里面，大家小孩子或者什么，他比较早接触到更加多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世界观的话，那他就可能就更加愿意接纳这不同的人。就比方说，如果你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我一早在读书的期间小时候已经见到很多黑人呐、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呢，有印度人呐、有黑人呐、有白人呐、然后我没有那个，因为他们的那个 culture 或者他们的那个 skin color 去做任何的歧视的行为，也没有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就对，因为我这个是比较早最理想的遇到，社会，对，对，大家都希望有这个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工作了啊，嗯但是现在还是消灭不了这个很多。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歧视可以慢慢从时间啊、从教育啊、从法律慢慢去消灭的啊。比方说男女平等，现在就越来越平等了嘛。这个时间我觉得可以消灭很多歧视，比方说这个同性恋歧视，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哈。啊，所以这个是社会进步可以慢慢但是会完全消灭或是有没有新的歧视，这个出来以后也很难说的嘛。嗯，我明白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但是我意思不是把那个歧视归零嘛，我也觉得不可能，嗯，但是我们尽量对就是建立一个架构，让这个歧视的那个趋势往下走吧，不要把它往上走嘛，因为我们现在看，好像这个歧视的趋势或者不同的那个 conflict，就是不同的冲突的那个趋势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走的，在整个全球来看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极端化的东西会出现，就好像美国的 woke culture 然后那个中国的不同的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差嗯，还有那个外国人对中国人怎么看或者外国人对印度对人怎么看就是好像我们突然间这个趋势急速的往上升了，就不是往对，下走。刚刚你说科技了，科技我可以上网搜对方那个信息，但是现在是被动的嘛，你越看这个，那明天他也发同样的信息给你嘛，你永远看不到对方或者对方那个信息，所以你就是这个 algorithm 嘛，他把人归类嘛，把人群两极化，对你所以说的这个 这个也是经 social 济的。network 的问题，
就是对，所以说那我他有广告效应，就是你一直看这个，我就一直给这个广告啊，给这个信息给你，那人我都看不到对方那个信息嘛，所以就反而令到人与人之间这个分离啊，这个看法就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也是就是因为这个 algorithm 的背后的逻辑，让我们的那个 misinformation 是越来越严重了。就因为我们越来越看着某一些我们倾向的标签化的东西，就看不到另外那一方的眼光的视角去看看那个东西了，而导对，致到这个也是商业运作嘛，他们这样子才个利润才可以极大化嘛，这广告这个效益才会最好嘛。嗯。那也没办法，你就是看你这就搜 Google 啊，搜什么的，你想搜那个这官方网站也不是排第一的嘛，肯定是卖广告啊，那个排第一出来的嘛，给你看那个啊。对，那所以我完全明白这个东西，但是所以因为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在跟人家讨论这个 AI 的那个发展的时候啊，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后有了 AI 的时候呢，它因为我们在这个 ChatGPT 大家都知道，ChatGPT 3.0嗯，升级到 ChatGPT 对4.0的过程里面，他们是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说有很多人用 ChatGPT 去问了这种美国的那个特朗普跟那个拜登的那些问题，对然后呢，结果呢，大多数人得到的那个答案呢是非常奇怪的，就是有非常 bias，就非常偏颇，有时候就可能对就非常偏颇那个 Biden 那边，就你问同样的问题，那个 Biden 的那个答案呢会非常长，但是呢，那个 对，Donald Trump 的那个答案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嗯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呢，那个 ChatGPT 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呢，他们的团队呢就尽量把这个 AI 的那个 biases 那个那个问题去调整，然后现在4.0好像已经好了一点。那如果是这样的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科技嘛，就我们现在还是靠这个Google Search 跟那个对 Facebook 什么的那些 algorithm 去给我们信息，但是去到下一个节点，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到 AI 的去搜东西的话，去看东西的话，那它应该可以把你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给弱化了吧，就不会再这么 biases 的给我看一些 biases 的信息，这么偏颇的信息吧。啊，这个也要看以后这个 AI 是怎么 finance，比方说里面有没有广告成分，比方嗯说如果 ChatGPT 收广告费的，你想一想，那肯定也是广告，就是不是出现率多的那个，可能是给广告费那个多那个出现嘛。啊，嗯所以对像这边他有他那个 box，他不一定可以给你最好的信息，尤其是你问这些政治性的问题啊、两极化的问题啊，这一个不一定给你，他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法官嘛。所以他最多就是给你，有些时候真的会这边比较多啊，另外一边比较少。那我们嗯也看看以后他这个 finance model 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到最后呢，就不是这个科技问题，是人类的把这个科技怎么去 monetize 的时候做出的决定而导致的结果了。那也肯定是你科技可以每一个时代不一样，但是人去逐利公司去追逐这个利益极大化，这个是永久不变的嘛。那这样的话，我感觉到有点绝望啊，因为在我眼里嘛，我就觉得他们会继续按照同一种这种卖广告或者这种极端化的模型继续走下去。那有了 AI 的话，那我就觉得这种分歧会真的会越来越大，因为它更对，快嘛，那个 那 AI 的速度。就好像我们以对前在 YouTube 一天可能看10条片，但是有了 AI 的话，我可能一天看100条片啊。对，但是我们人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看，我消化一百条片嘛。没有，就因为它是人类它会没有我的意思，就对是因为 AI 它会把可能以前10条片，然后 AI 现在它会把那个十条片的内容压缩、精选的去告诉了你是什么回事，然后你就接受的那个信息是给以前的那个翻了10倍，但是问题是它是给你看你想看的同样的那个信息，所以说你是
更加极端化的去看的，有偏见对，的去因为看世界了。所有东西背后都有一个 finance model 的嘛，他也赚钱嗯，的嘛。这个如果不是他投资来这个干什么的，这个 Bill Gates 投资这个 AI 来对干什么，还是赚钱的嘛。啊。对。那如果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本来是比较乐观的去看的，但是那如果按照你这样的理论去看的话，我就比较悲观了，我就觉得以后但是我的那个环境觉得会越来越恶化。对人类这个社会有爱有恨呐、有情绪，这个是很正常。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我们有情绪，我们有爱好偏好，哪怕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我，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类一个过程嘛。所对，以就是真正这个消灭不了，我们也不一定要悲观了。就是我们不是机器嘛，我们有感情的嘛，我们有爱好的嘛，所以有爱好，喜欢不喜欢，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嘛。我明白你意思，只是我就觉得，就因为我说的是那个趋势上的问题嘛，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办法把这个趋势把它变成往下走，一直是往上走的话，然后啊。现在你都知道，我们整个就地球是比较全球来说就比较不稳定，就很多因素不稳定，也有很多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东西。所以说有这样的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再加上这个 AI 之后继续推送这种比较极端的或者比较偏颇的信息，让我们的那个群体越来越分歧的话，那我们的那个冲突的发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那样我不觉得是一个好事啊。可能也越来越大，可能也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人类大概每50年就一个大战嘛，世界大战大概50年，这个王朝灭亡了的两三百年啊，这个战争啊，这个是过几年就回来，过几年就回来嘛。人类就是这样子，从几千年走过来，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就是，除非有一个国家都是统治全球啊，这样子就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分别了嘛，那世界就会和平了嘛。但是如果世界还有很多国家的话，肯定有冲突啊。啊。对，我明白，我明白，我只是说，就是希望那个冲突的那天就不要这么早过来嘛。就如果我们可以帮整个社会去减慢这个东西的话，把它那个那速度减慢一点其也很好。实主要冲突都是，比方说中美现在也是到关头，就是大佬二佬的问题，可能再过几十年，中国可能 GDP 超越美国，那我们也有一些大的小的冲突也有。这个我取代你，你取代我，那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每个国家发展有一些发展的快，有些发展的快，对吧？有一些要超越其他，有一些变成大佬。那这个 dynamics 永远都会一直在运作的嘛，那就永远都有冲突了。嗯嗯嗯，我明白的意思。所以从你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个歧视的根本就在于它本身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现象，然后根本就没办法去杜绝它，就只能够对，去你不要接受它。说人类动物跟动物也有政治那个架构的嘛。这个动物王啊，他的狮子王啊、猴王，他也会歧视其他这个比较弱的嘛。那嗯嗯到一天他被人打败，他就被就另外一个人取代他嘛。所以动物世界也是这样的，有群体的世界就有竞争，就有这个歧视。我觉得这个很难避免。明白明白。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够尽量去了解为什么会有歧视的发生，然后我们多了解了，然后我们就尽量就自己本身吧，我不可能是就是说会影响对。到所有人所有的群体，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就探讨了很多这个议题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从自身上去学习，就我自己个人通过今次跟张博士的对话呢，也学习了很多这种歧视背后的逻辑，然后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我们的经济上的平衡，然后地位上的平衡，而导致到这种歧视的发生，就好像刚刚张博士也说，就算是猴子，它也有它自己本身的群体内部的歧视，就因为它那个权力上的平衡，跟各方面资源上分配的平衡，而导致这种强跟弱的对比。然后如果一产生这种对比的话，就一定某程度上会产生一种歧视的现象出来。所以，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我多了解这个东西，多学习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就自我的提升
让我可以更加好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歧视的东西，也希望我自己尽量不要去歧视其他人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吧。对对，同意同意同意。那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个张博士，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去总结一下吗？对，我跟你的意见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嘛，嗯就尽量就千万就不要因为我们的爱好、我们偏好，我们多包容一点，哪怕他是跟我不同宗教的，跟我不同政治信仰，跟我不同的的各样啊。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是尊重对方嘛，所以也不嗯需要去歧视，哪怕你是比较强，强者他其实也有个责任嘛，你强。你就应该责任更大嘛，也不是去用你的强势去歧视他人嘛。所以嗯我觉得大家就千万就尽量都不要歧视啊，而且也要教导你的儿女啊，这个下一代啊，千万就慢慢希望人类就越来越没有歧视这个事情发生了明白明白。好啊，谢谢你啊，庄教授。那今天不我谢不谢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观看，我们嗯下一期节目好再见啦，拜拜。拜拜。